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太猛了，拿下央视王牌，这回真要冲击主流大奖。今年开年最大的黑马，居然是他谭松韵把稳稳的日常硬生生导成了全民狂欢的爆款。央视收视率直接干破3，峰值干到平均收视2.2%。这不是小打小闹，这是把人家往年开年热剧的头衔直接拿走了。开播前有人看衰，有人说她是甜妹，演不了硬糖女主。可现实来了反手一巴掌，优酷热度3天破6000，从被低估到被刷屏，只用了几集时间。对比预热期的冷淡，播出后的热度像座火箭，彻底打了空降黑粉的脸。你我都见过那些靠流量和话题堆起来的虚火作品，看着广告一条接一条，取景的变成网红打卡点。这剧的每一项数据都在证明一件事：观众是真心被角色抓住了。有人回家抢遥控器不换台，有人拿着手机重复看同一段，眼神里带着认同和安慰。那种被看见的感觉，像是见证一个邻家姑娘终于翻出身来的过程，治愈又带劲。说角色，方婉之这个人物设定不复杂，但每一步都扎在现实里，被弃养，遇渣男，大学退学，揣着20块钱去了深圳。他从流水线女工做到公司老板，这条路没有神速暴富，也没有脸谱化的励志台词，只有血肉和灰尘。镜头里有工厂摸破的手指，有路灯下的自学，有对客户摔样品时的心虚与倔强。方婉之从被动到掌舵的过程，完全靠细节把人带进去。谭松韵把这些细节都活成了观众能摸得到的疼点。有人拿他娃娃脸说事，有人说他戏路窄。现在的争论声音小多了，他把30年的跨度演得通透，没有假痕，没有靠化妆凑灵感，那种在眼神里透出的狠劲和明亮，告诉你这不是可爱的标签可以吃掉的表演。他不靠绯闻，不搞炒作，只靠一部部作品把位置坐实。观众缘和收视号召力不是喊出来的，是看作品看出来的。这部戏为何能让主流平台点头？有2点很关键。第一是题材扎根现实，改编自梁晓声的《我和我的命》，贴近时代感。第二是表演和导演的配合，没让角色漂浮在理想化的成功叙事里。结果就是收视、口碑、平台推力3样都到位，收视登顶，口碑爆棚，央视力推，3重 buff 叠加。但别以为拿了高收视就等于拿奖，奖项的评判很复杂，同期对手也不弱，很多老戏骨压阵，评委口味也有偏好。主流奖项看重厚重感和艺术分量，方婉之虽然燃，但是不是足够沉到打动所有评审，还是个问号。我看他这次赢了大多数观众，但评奖的舞台从来都是实力加1点运气的混合物，拿奖靠实力也靠运气，这一次未必能稳稳收入囊中。看他一路走来的路线很有代表性，不是突然爆红，也不是靠话题炒作，而是靠一部部剧、一次次扎实的表演积累起来的信任值。他从青春剧走到央视正剧，这个跨度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的定位已经不再只是流量标签，而是真正进入了主流的视野。他完成了从甜妹到正剧大女主的终极转型，表演有层次、有力量、有共鸣。这种转型，观众看得见，行业也不得不正视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评委更偏好资深戏骨，娃娃脸转型能走多远？也有人会说，只要能让普通观众哭，能让亲戚朋友围着电视看，那就是最值钱的成功。二者都是真实的声音，可有一点不可否认，现实的共鸣比任何包装都靠谱。谭松韵这次把现实演进了收视数据里，也把观众的信任写进了口碑。
争气的演员永远能走出自己的花路。你看他现在平台放心，观众认可，同行点头，这3样同时在线的演员不多，他做到了。只是那个能不能拿主流视后的问题，还留着评委和时间来回答。那么我就直接问，一个靠作品一步步换来的国民度，比起那种靠资源一夜成名的光环，你更愿意拥护谁？